看那双眺望的眼睛，时间还在远行，留下谁的脚印？不只是贪恋的勇气。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惊扰你从此远离无穷尽。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心口的原因。如果世界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忘了离岸多远的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能爱，眼泪终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呀，不得。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惊扰你从此远离无穷尽。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情绪是抚平你心口的原因。如果世界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忘了离岸多远的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能爱，眼泪终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也不得。如果世界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忘了离岸多远的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能爱，眼泪终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呀，不得。晚上好，这里是一所队长级舞蹈的南贝拉代课教练英文名。耶！啊，云与海啊！你们看后面的云，看后面的海。大家的气真的是越来越长了。哦，气还比我长。OK， 下次我们再来比一下。我不服输，谁说比我长？我们下次就来比一下，看谁的气比较长。你不冷吗？冷的，其实还是有点冷的。风吹起来，晚上的这个海风吹起来还是有点冷的。No， 晚上是陆地风，不是海风。哎呀，回归正题啦！今天呢，主要是首先想感谢大家陪我们走过我们出道的2周年。只要有大家陪着的话，就感觉啊，我们准备2周年这个所有的辛苦都不算辛苦了。就是想
首先告诉你们这个，然后呢，大家还记得我们2周年的主题是什么不？共鸣。之前呢，我们也是在动态里面征集了大家对我贝拉最有共鸣的那些时刻。当时我好像只回复了3条，对吧？好遗憾啊！但是我很想每一条都回。我当时很认真的一条都翻着看的，我就觉得天哪，大家都说的好好，都有被感动到。而且今天还是情人节呢，我就想说，我在情人节的时候就把其中的一部分，我当时没有回到的一部分，再分享给北极星们。当时那些留言里面提到的都是我跟北极星我们一起经历过的故事。看着大家写的那些故事，我就觉得，哇，我们的生活真的好美好啊！一起有好多好棒的回忆。而且正好今天是情人节，我们就来说说心里话，好不好 ？OK， 那先来看一下第1条留言好了，出来吧。看看他说了什么。他说这1年多来和拉姐过了各种各样的情人节19个情人19几个20几个24个25个，是去年1月份约定的吧？好像是23个吧，这是24、23，记不清了。也看着拉姐尝试了不同的直播风格，唯一不变的是贝拉对北极星的心。这段时间里最共鸣的瞬间是50万里，还发了一个直播录像，回顾和北极星的每一个首播，还有回顾每一个情人节动态时，尽管贝拉生日会之前不善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从诸多细节和歌舞表演还是能发掘出来拉姐的小心思的。当时看到50万直播里那些直播图片和动态图片被精心排版并展示出来，内心属实被感动了一把。他总是能给我带来很多惊喜，就像喜还有50万里的影子对决和第2次生日会里的左手指月一样，我就非常喜欢，希望以后能够看到拉姐在舞台上进行更多的尝试。好真的说实话，真的很感谢大家一直陪着我成长。真的一直感谢大家陪着我成长。然后呢，首先还是要告诉大家情人节快乐，今天是拥抱情人节，来吧，不管怎么样先来个抱抱。而且像他说的，有很多节目里面的那些小心思，因为我众所周知贝拉不太会讲话，所以呢我就很喜欢把我讲不出来的话用那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来表达出来，因为他们写的词比我想说的话要好多了，而且正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呢我就更喜欢用歌曲以及我更擅长一些的舞蹈，用肢体来告诉你们啊，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想怎么做的，所以呢就是把它藏在里面了。但是有时候又担心大家 get 不到 you know， 就是 get 不到我想讲的那个意思，因为毕竟肯定没有语言直接讲出来的那么清晰，那么好懂嘛，对吧？如果绕了一个圈的话，大家就很容易 get 不到。所以我就想说，看到大家能 get 到的时候，我就真的很开心的，真的很开心的。get 不到就多看几遍，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get 不到也不要生气哦。我不生气的，如果大家 get 不到的话，就只能说我表达的还不够好，所以我就会想着其他的办法来告诉你们。而且像之前唱过的那种 treasure，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是当时把它是全英文的歌词嘛，我就把它的副歌翻译出来，然后做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然后就直接告诉大家，就不用说去想它英文是什么意思了，直接能够看到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样子的话。这种类型的歌就是把表白的话都藏在歌词里面，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收到。印象最深的是你真漂亮的那次你真漂亮的词也写得真的很好。就是我嘴笨，我有时候自己要讲的时候我就讲不出来，但是说实话他们能用这些优秀的歌词来表达出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吧。Treasure 不是火星哥的，是王栎鑫，对，是王栎鑫的那一版。二宝是不是过敏还没好？好了啦，在喝水了啦，已经好了啦。刚才唱的那个歌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对，都在歌舞里面了，大家能懂的。那拉姐能不能多发动态跟我们讲讲啊？可是你们听我解释，就是经常会忘记的啦，会忘记发动态，而且我就怕我发太多了，大家也懒得看，就是真的字很多，要我换我自己也懒得看，没有重点的一堆瞎话，谁愿意看呀？是吧？最爱看字多的，真的。那到时候我不管发多少字的动态，你们都要看完啊，好不好？少都不看，那我到时候就是一条少的一条多的这样子穿着来，我就看你们看不看。能讲讲2周年的幕后吗？好，等会儿讲。我们刚刚不是才讲到50万嘛？那根据时间线来讲的话，应该讲到生日会了，对吧？看一下有关于生日会的，看看第2条留言是什么呢？今年生日会，你坐在太空列车上，唱着 Talking to the Moon 的时候，空灵又温柔，对着星空诉说心思，那一刻的情感冲出屏幕，我切实感受到我们的羁绊。你说自己不善于表达，总用歌告诉我们自己想说的话。贝吉心想告诉你，你唱的每一首歌，跳的每一支舞，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想传达的每一份感情，都有被好好看到、接收到。和你共处的每一刻都是我所珍藏的宝物。知道你是一位很坚强的姑娘，但也想在你柔软时将你的不安包裹起来，坚定地回应你。你在宇宙中唱着歌，我是环绕着你的心，我们并不孤独，彼此为靠。这是由你起名，属于我们的 BK0717 星云 Darling I hear you calling 这一条留言就很好的替我回答了我刚才的那些疑问。我很担心大家能不能理解到我的意思，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能够理解到呢。I hear you calling 北极星 I hear you calling 我听到你们在呼唤我啦，就是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全在歌里了当时所有想唱的歌，所有想跳的舞，
都在里面了，我的心思都在里面了。但是说实话，像刚才我说的，也有大家 get 不到的东西，当然也有我自己就是从根本上面就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还是有遗憾的。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左手指月，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没看过的现在去看。等一下，等下播了再去看。左手指月呢，就是一个我吊着威亚然后跳舞的那么一个节目。但是当时那个威亚的设备和包括一些对动作的限制啊之类的，很多原因，最终我呈现的是2分40秒左右的一个版本，但是它的完整版一共有5分钟，我就觉得我没有带大家飞够，它就已经结束了，很遗憾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本来我是编了5分钟的一个动作，但是当时那个威亚吊绳它的那个背带是3点定位的，大家可以想象成攀岩用的那种安全带，它一边是固定在腰上，这样子围了一圈，然后还有2边是固定在2边的大腿上，这样子斜的带了一圈。我当时背上去之后，我就觉得动作很受限，因为你把整个身体的中间部分最灵活的这部分最重要的这部分给固定起来了，所以呢我要保持动作的灵活性，我就只能把绳子尽量靠近腿根，就是勒得紧紧的，然后把腰上面这一根绳子往下走，勒到靠近小腹的这个地方。这样子的话，我的上半身的灵活度就会大很多，但是这样子就会导致头重脚轻，因为所有的力量全在靠这一块动着了嘛，所以我上半身就很容易这样子翻下去。但是我立着的时候，我吊着的时候，一开始是扶着经纪人姐姐的手的，她的手一撤掉，我就啪这样子下去了。我赶紧用手撑在地上，它是一个很难保持直立的。那我当时为了方便动作，我还没有用2根绳子，一般的威亚不是这样子左右2根嘛，我就只用了1根绳子吊在正背后。当时我第一天去适应的时候，我就被吊在空中，然后脚碰不到地，而且大家也知道我没有东西扶着的嘛，所以重心要是一偏，那个绳子就开始自己转，我就这样子被吊在上面转，就像宇航员们他们做那种离心训练一样，一直在转。然后当时第一天吊完下来，我就跑去吐了。然后吊完了之后，因为他腿上那2根它是死死的卡着腿的根部的嘛，所以腿根那边就会有一大片淤青，好像是一直到了生日会过了1周才慢慢开始退掉的。而且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是你们也知道不可能很好的去驾驭这个威亚的，所以我只能把动作简单化，然后把时长给砍了一半，就想着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能慢慢熟练了，我再来给大家表演一些完整的节目。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幕后故事，所以我觉得还蛮遗憾的，没有能给大家表演我原本的那个编舞，还有原本的完整的时长，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挺遗憾的。心疼？不是，跳舞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点伤啊，比如说做地面动作的时候把脚背磨掉了一块肉，做翻滚动作的时候把指甲就是练劈了一半，有一半的肉都在外面。就是多多少少都会受伤的啦。但是我觉得你受伤了就去治嘛，就去养嘛，它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这是我要到达一个目的之前我必须要经历的东西。因为你们想啊，我既然目标定在了这儿，对吧，那中间不管经历什么东西我都必须要去承受，而且要去解决它的。它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挑战。我之前不讲这些，我是觉得没啥好讲的，因为听起来就很像是你的事情没有做好，然后还在找借口。
就算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好的结果，但这也不是你拿来就是不值得夸耀，因为这是我应该做到的事情。那大家肯定不会说，哇，就是老虎猎豹他们跑得那么快，好厉害呀，对吧？因为这是人家应该做到的事情，他们要是不跑得快，他们就会捕不到猎，就会饿死嘛。那我也一样啊，唱好歌，跳好舞，然后把直播播好，那这就是我应该做到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做到的，那我就继续去做就好了。做好了的话，就做好了，也本来就应该做好的，它不是一个值得夸的事情。反正上面这些就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是我现在发现啊，如果我不说，大家就会多想。就像刚才我说左手指月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担心我，那我又不想让大家太担心我，对吧？所以你们问的话呢，我就会说，没事的，真的没事的。集合了一下我身体的条件以及我心理的条件，客观分析来说，它不是个事儿。大家不要太担心，就一时的小问题不会是我产生压力呀以及负担的这些来源，而是会让我觉得像打游戏一样，副本难度一下子就提升了，特别有挑战性，特别兴奋。你想啊，你进入了一个很难的副本，遇到了一个很难打的 BOSS， 是不是？你被打败了，你肯定打不过嘛，对吧？你被打败了之后，你就回城回个血不就好了？等级不够，你就继续打怪刷级就好了。等你等级够的时候，你再去挑战那个 BOSS， 这个副本不就能过了？You know 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不要太担心。学到了。不，你们不要学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人生态度。这样一级，哎，你们等级不够就不要去挑战那么强的 BOSS 啦，还是要自己注意安全。对，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该注意安全还是要注意安全。I know， 但是有时候就是上头了，就是很容易顾不上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会注意的，我会注意的。正好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心里话嘛，而且我也收到了大家发给我的就是大家合唱的歌，我正好想让大家也一起听一下，我也想听，正好。哎，是大家艾特我的合唱。晚上走在路上啊，然后会不自觉的抬头看到天空，看到天空上面，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会看到天上的星星，就有一种可能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角落就有一个人跟我一样，哎，抬头看到星星啦，然后说我要拍一张照片给贝拉发过去给贝拉看，然后就咔嚓发一张照片。怎么还有我自己的声音的？啊，你们都唱啦？那仔细听一下，里面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声音？那我们之后讲话就拿这个当背景音乐好了，好不好？不要害羞嘛，不要害羞嘛，很好听的。我还有看到了大家自己不只是录了这歌里面的部分，还自己重新录了很多版本，我都看了，我一个一个都去看了。哎，你们发出来不就是让我听的吗？还害羞。没有投稿那也没关系啊，你不是现在在这儿吗？对吧？
害羞吗？哦，你们现在知道害羞啦？你们知道我给你们表演节目的时候有多害羞吗？真的是，就是会很害羞啊。被我看光了。因为一直在看你们，所以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是有时候的确是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所以也想你们再多说一点。就是相反的，大家如果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也可以问我，我如果看到了，我就会说。好的呀。好的呀，到时候要是谁不说，就打打。我是感觉北极星真的改变了我挺多的，因为之前我就是那种，大家即使问我了，我也懒得说的，就是那种懒得说的人，因为我觉得自己看啊，我呈现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还要多说什么吗？但是现在大家因为经常关心我嘛，特别想知道我的一些事情，我的细节的部分，所以我就想说，我得改变我自己，我得告诉你们，不然的话，你们一直太担心了。然后我看你们担心，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担心，我就很怕大家多想，就是。我不希望大家不开心 ，you know， 因为担心它不是一个好的，它不是一个好的情绪嘛，对吧？你是星星，我们也是星星，不，你们才是星星，我只是在地上面看着你们的，看着天上这些闪闪发光的星星的人，你们才是星星，你们每一颗都很重要，你们每一颗都在发着光。都非常闪耀。我不要做太阳，太阳温度太高了，你们没法靠近我。我要做一颗自己会发光，但是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星星。这样子的话，你们就能共处在同一个 EK0717的这个星云里。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大家是星星，然后呢，我也是你们其中的一颗微弱的星星。我不想做太阳，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我一直想做到最好，但是大家也知道嘛，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的，不可能的。一个人的能力就只有这么一点。这过程会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很多很多，但是即使有遗憾，像左手指月那种有遗憾有失败的，像我没有表演好的节目这种，我也不会放弃去尝试新的东西的。之前也是有看到北极星说，那就不要去做那些没有把握的东西了。但是说实话，我有点像大家说的，我可能有时候有点固执，因为我就是喜欢去挑战嘛，去挑战那种更高难度的舞蹈，去学那种很多语言的歌，去进行一些很复杂的舞台设计。那我就是想去试试嘛，对吧？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可能都很难，但是我觉得试试嘛是吧？而且北极星应该也会希望看到这样子的贝拉吧试试总不亏，对吧？对吧我就特别喜欢去做挑战，也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我发现我要是一直过着一样的生活，我会厌倦的，
我是一个很容易厌倦的人，所以我特别需要去尝试新的事物。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嘿，我看大家给我评论啊，然后还是弹幕什么的，我感觉也是有被这些会被我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吸引的嘛。虽然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是一个贬义词哈，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意思。我永远相信我自己，我也永远相信我会去挑战新的东西。我不是那种顺其自然船到桥头自然直的那种人，我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就算撞到南墙我也要把南墙砸穿的那种人。所以我也想说，就是让大家相信我，然后但是啊，说实话，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吧，就是我有时候很容易陷到我自己的那个思路里面去，所以呢，就是大家也是需要时刻的提醒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所以大家也是需要提醒我说，阿姐，你现在陷入到了一个泥淖中去了，你要赶紧出来，你要换一个方向接着走，你现在往这个方向你是不对的，要提醒我哈。哈哈，有时候光埋头做事还是蛮吃亏的，所以需要大家来提醒我嘛，对吧？我自己肯定很容易，我肯定会觉得我做的就是对的呀，是吧？但是呢，大家站在旁边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需要大家提醒我。人潮汹涌，感谢遇见你，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北极星。好，说了之后不准厌倦我们，怎么会？大家，你们不知道你们身上有多少闪光点吗？哇，2年了，我这么跟你们相处，我都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探索。你们相信你们自己好不好？哎呀，就是我在想，反正我也要改变一下我自己嘛。然后大家如果以后提醒我了之后，我可能失败了，或者是沮丧了，我就有时候有可能会跟你们小小的抱怨一下，小小的就是说一声，但是我不会哭的啊！我这辈子活了19年了，也没哭过几次。我上次哭好像还是在出生的时候吧，就是会小小的跟你们说一声，哎呀，我最近失败了什么的，所以以后大家发现我要是有一点点这种小情绪的时候，大家就鼓励我一下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肯定是在自己跟自己较着劲儿的嘛，对吧？就跟个倔驴似的，我自己做自己就好。喜欢在舞台上闪耀的你，我也喜欢在舞台上闪耀的自己，我也喜欢在舞台上闪耀的时候看着台下闪耀的你们。当然啦，如果说大家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也感觉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好累呀，那你们就来找我呗，我们是双向的嘛，对吧？大家鼓励我，我也会给你们鼓励的。来吧，今天拥抱情人节，来吧，我们给彼此一个鼓励的抱抱。来，抱不抱得到？抱不到啊！来。哎呦！这个吊篮吓我一跳。充个电。好 ，emo 的情绪到现在就停了啊。之后还是要快乐起来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是什么。
我被那个陆地风吹得有点鼻涕哎。他说印象深刻的回忆其实太多了，但是最深的大概是今年的情人节直播。你说我要给你直播一辈子，当时我就想着我就看着看错字了，我就看着显示器沉默了。我在迟疑，我想说出我的想法和我的情感。你在等我的回答，但是你听不到我的声音。你不愿意看我直播吗？不，怎么会？我当然愿意。奇迹只能一时，命运总是漫长。我们之间的故事就像是奇迹。你们在直播的时候开玩笑说要给我们直播到80岁，到时候 ASO 的大家就是老奶奶了。哼，谁说的？我一直19岁。大家坐在躺椅上一起晒太阳唠唠嗑，给我们直播，到时候我们这些观众也是老爷爷老奶奶了，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只要坐在一起，哪怕不说话也一定很幸福吧。曾经我认为这是太过遥远的未来，这种时空变换下究竟会发生什么，谁又能确定呢？仙剑4里秦姬的故事相当感人，但我最深刻的还是云天河、韩林莎、刘梦离的3人夜谈。这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也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与其担心未来而避开当下的事情，不如多珍惜我们的现在。我和你很像，但是很多地方又不像。你身上拥有的美好品德，正是我所缺失的事物。你就像烈阳一样耀眼迷人，并且让人忍不住地向着你的方向前进。提土的我在你的影响下开始跑步，锻炼身体，每天都在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如果说明天 ASO 的大家就要与我分离了，那我也绝不会后悔曾经喜欢过。这段时间的回忆给予我的力量，就是我获得的宝物。当我前几天看到 ASO 的2周年动态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此刻既是现在，也是未来。写得真好呀！真的，说真的，这2年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哇，时间过得真快呀！但他刚才说的，我觉得有一点不对。我身上拥有的美好品质是他所缺失的事物。如果说你们没有这些美好的品质，怎么能够发现别人身上美好的品质呢？对不对？大家相处的时候就像在照镜子一样，我身上有的，你身上肯定有的，只不过你看到照镜子，你看到的是别的形象，所以呢，你看不到你身上的自己，你低头看一下就行了，你低头看一下。哎呀，说了多少次了，相信自己。而且，我今天正好说到这儿了。我今天就是在下午的时候，我在回大家留言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了很多说大家想看我讲夜航星的故事，我觉得正好是有一点点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正好讲一下。就拿夜航星举例吧，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有很振奋人心的鼓点，它有那种很丰富的合成器，它是一个很科幻的东西。但是你们仔细去听，就会觉得它整首歌的节奏很统一，它是一个很平缓的一首歌，它没有什么加速减速的段落，它就是一个很平静的节奏在这样子进行着。所以说这首歌的本质一定没有表面听起来那么充满希望，那么振奋人心。这说明什么？表面看起来很美好的故事，一定是有背后不为人知的坎坷和挫折的。而且这首歌我知道它是三体动画的片尾曲，但是我没有去看就是这首歌在三体里面代表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因为我是想用我自己来用这首歌讲出我们 ASO 的故事，
虽然故事不一样，但是音乐它是共通的嘛，想要表达的东西它是共通的，所以我表达的不是三体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说到编舞的话呢，编舞不是我一个人编的，我们是当时练习以及镜头设计啊什么的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导演组需要提前知道大概的动作是怎么做的，走位大概是怎么走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得及编这支，所以我就找了舞蹈老师来编。老师呢，就是这几年一直在教我们的那种很熟的老师。我一开始以为老师他就是会把整支舞都给编完，编得特别精细，1、2、3、4、5、6、7、8，每一拍怎么做我都知道的那种。结果我当时学的时候就像这样子，老师他说1、2、3、4、5、6、7、8，好，教完了之后，后面几个八拍你自己跳吧。这老师他没有把整支舞都给编完，他就真的只是走了一个走位，所以这支舞就相当于我编了一半，老师编了一半，所以也是有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的。来姐参与的是哪部分的编舞呢？这就让你们自己去看了。我觉得我编的部分应该很好认的，什么经典转圈圈这种应该很好认吧？要是这都看不出来的话，那回去多看几遍。回去多看几遍，对吧？很容易看出来呀。但编舞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要结合一下后面的，像比如说我们的特效来说一下。举个例子吧，到了歌曲的后面2/3的部分，我当时站在一个升空的这个平台上，我当时设计了一个冲到前面，已经在那个边缘了，要掉不掉的这么一个动作，而且当时那个动作要是我速度再快一点，很有可能会刹不住的。大家可以回去看视频，因为这个动作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基础的一个动作，谁都能跳的动作。但是如果说结合起特效来看，你们想啊，你们站在悬崖边上，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而且这个深渊随着你现在脚下踩的这个地面不断的上升，这个深渊在不断的变深，而且你的头顶还是有那种不可名状的巨物在压迫着你，这种时候人肯定是站不稳的，在趔趄，在踉跄，对吧？你想要后退，回到中心，回到一些安全的地方，但是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四周都是空的，你退无可退。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倒不如冲向前面，直面那个深渊，直面那些东西的压迫，说不定会有美好的事物在等着你呢，对不对？你冲破了头顶的那些东西，说不定就是一片很美丽的星空呢。所以你就会发现，我在音乐最轻的那部分，走位呀、动作呀，甚至是背过来的，背朝着大家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些动作。但是后面音乐起来之后，就开始啪大开大合了。它是根据我想象的画面是我自己想象的故事以及特效的画面来结合在一起编出来的一个产物。You know 再多的我就不说了，我怕我说完了之后大家就是发现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就会把我的想法带入到你们的想法。 No，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的，我是讲的我编舞的一些想法，更具体的还是让大家自己看了我的舞蹈之后自己去想。 You know 的。你们知道的，你们懂我意思的。反正不管是前期我们的这些筹备啊，还有后面的彩排，哇，你们知道我们有1个多星期都在彩排，所以后面彩排疯了。我们当时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去做的，最后能完成这样子的一场很完整的演出，真的我觉得很厉害了。且
也感谢大家能够见证我们这次的2周年演出。You know 能说一些彩排故事吗？哇，那个多的，之后我们慢慢讲。也感谢你们带来了那么好的舞台，这是我们该做的。不用谢，这是我们该做的。反正还是感谢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到现在，然后也一直感谢一直喜欢我的北极星，也感谢大家就是见证我的这些成长。但因为还有啊，也感谢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能一直走到现在的朋友们，虽然是会有点遗憾啦，但是我们 ASO 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从来不会是说啊，公主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No， 我们不是这个结尾，不是这么平和又幸福的结尾。我看到大家有说我们是那种热血番剧的，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因为你们想啊，故事线都对上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故事里面不仅有我们，还有屏幕前的大家，不只是有快乐的很平淡的日常生活，还会有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呀之类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嘛，不管现在这些朋友们是不是还在看我们 ASO， 还在看我的直播，但是不管怎么样，曾经你们都是支持我们的，对吧？那份热情还有那份爱，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有感受到的，会一直留在 ASO 的故事里面。往前看以前的那些回忆都是记录下来的，但是故事还是要发展的嘛，我呢还是会一直往前走的，要和我的成员们，要和北极星们一起过更多的一个又一个的周年，然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会有更多的回忆。可能这些回忆并不是什么开心的回忆，但是它也是一个回忆，它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对吧？向前走吧，我们一起去奔赴星辰大海。我觉得现在啊，我们都已经在银河开过演唱会了，我觉得现在星辰大海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应该要冲到宇宙之外，去探索一下宇宙之外的是什么东西。去探索一下平行世界，是不是平行世界也有一个贝拉呢？是不是？哎，平行宇宙演唱会我觉得很好啊！要不去一下那个什么第5维度好了，去那个星际穿越里面那个第5维度啊，去那种世界里面看看，有意思。或者说去地球中心开演唱会这样子，哇，听听好有意思哦。反正不管去哪儿，你们肯定会陪着的嘛，对吧？对吧？今天讲了好多心里话哦，是我平时不会说的那些话呢。还不是怪北极星，因为有人天天在那边问，我才说的。你们不问我都不说，让你们担心去好了。都怪你们。哦，对啊，那不怪你们，那谁让你们要担心呢？你们一担心我也担心，你们一担心我就心疼，那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没有关系，北极星，我会原谅你们的，我永远爱你们啊！今天是拥抱情人节，我们来抱一个吧。
哎呀，真不知道明年的贝拉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被吉星再这么宠下去不得了喽！但是多的话我也说不出来了，我只能给你们唱首歌，这样子都在歌里了。这首歌呢，名字叫《Sunflower》。불안한 나 뒤돌아봤어. 그게를 찾으며 웃었을까 있을까 역시 미와 나 아팠던 날들 언제와 다를 수 있어. 혼자 나를 생각을 하지마. 지난 아픈 기억은 이제 전혀 하지 않네. 언젠가는 너만 멈추며 힘들던 시간이 말하겠지. 내게 고마웠다고 힘내라고 그 잔을 돌아고 내게 말해. 라라라 라라라 나는 나를 더 깰 거야. 라라라 라라라 나를 사랑해. 내가 무에서 정말 원했었는지 불안한 나 뒤돌아봤어. 그게를 찾으며 웃었을까 있을까 역시 미와 나 아팠던 날들 언제와 다를 수 있어. 혼자 나를 생각을 하지마. 지난 아픈 기억도 이제 조여하지 않네. 언젠가는 너만 멈추며 힘들던 시간이 말하겠지. 내게 고마웠다고 힘내라고 그 잔을 거라고. 다시 울지 않을래. 아직 깨지 않았어. 언젠가는 다시 시작해. 내가 흐를 정말 감사해. 감동 주기를 바래. 내 미래에 걱정 뭐라고 내게 말해. 라라라 라라라 나를 더 깰 거야. 라라라 라라라 나를 사랑해. So with my best, my very best, I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the storm, a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love. 晚安啦。
我在风雨中停下，想等待一个回答。梦多久才能发芽？要相信，相信奇迹。月落日升，冬来夏去，眼泪中怀疑是一场闹剧。汗水融化心灵的霜，疼痛不过是这一点重量。命运不要说算我受的伤，我只想推开窗，我就要遇见光。凡是所有苦痛迷惘，终将找到方向。别想让我停下。Don't get it never give up I know如果 we fall through I know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和追逐感不服输 I can be stronger I know如果 we fall through I know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梦想永不落幕 I can be brighter 有谁告诉我平凡才是寻常有谁和我说放弃也算是勇气就算孤独也 easy 就算失败也 easy 信仰闪耀是微芒一定能把黑夜点亮命运不要说算我受的伤我只想推开窗我就要遇见光吞噬所有苦痛迷惘终将找到方向请听我的回答Don't give it never give up I know如果 we fall through I know my dream will come true 追着光不服输 I can be stronger 经历多少辜负才能开花就算是宿命说了谎